28年毁灭倒数呢，距上一集是28周毁灭倒数，是已经有18年的时间这么长哦。其实28年毁灭倒数呢，它应该是28个月毁灭倒数。不过啊，因为版权瞧不拢，所以一隔就隔了18年之久哦。然后这个电影呢，它的编剧是 Alex Garland 的。还有导演是第一集的导演 Danny Boyle 哦，他们算是第3次的合作了哦。然后 Danny Boyle 大家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的作品有《拆火车》第1集、第2集，还有28天毁灭倒数，以及《海滩》哦。《海滩》呢是这2个人哦，他们首度合作的一部电影，是由里奥纳多·迪卡比欧所主演的一部电影哦。除此之外呢，这个电影28年毁灭倒数啊，在上映前夕哦，有个很大的话题，就是说这个电影它是由 iPhone 所拍摄的一部电影。我自己看过的 iPhone 电影，好像有台湾的导演所拍的那一部《怪胎》哦，所以我那时候看的时候，我对那个画质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，所以我很好奇，再看这一部28年毁灭倒数。这个电影哦，它的画质是不是有一个升级哦？以及我实在太想看这一系列电影了哦，因为我是28天毁灭倒数的粉丝啊，所以我等一下就要进戏院来看这部电影，到底好不好看？等一下就和各位说。好，电影已经看完了，然后非常感谢微秀哦，因为有送我们2张28年毁灭倒数的海报，谢谢。首先第一个感想哦，因为这个电影我们在前面有讲到嘛，它是用那个 iPhone Super Max 进行拍摄的，所以呢，它的确有很多镜头语言都是因为 iPhone 拍摄的关系，有做一些不一样的调整，比方说这个前景深啊，以及这个上下角度的一些画面呐，哦，都是因为 iPhone 而特别设计的一些镜头语言。然后另外一点呢，我必须要讲哦，它在这个电影里面是有用到那个子弹时间的画面哦，其实是成立的哦，是成立的哦。但是呢，我必须要讲，有它的优点，当然也有它的缺点，因为 iPhone 拍摄哦。我必须要讲，它在暗部的细节呢，那个劣化非常的严重，甚至我觉得导演他可能有刻意的保留，iPhone 拍摄的那种画质不稳定的效果，有刻意的保留下来，可能是要带给观众们一些共鸣吧，因为大家现在几乎人手一机 iPhone 嘛。然后另外一点呢，因为28天毁灭倒数啊，它是用一个很廉价的摄影器材设备，那个就是 Canon 的 XL1 进行拍摄的，所以你知道那种廉价感，还有那种实验性的那种画质有没有哦，就会比较刻意的被营造出来啊，特别很适合像这种惊悚的这种丧尸电影，所以我觉得可能也适合第1集28天毁灭倒数来做一个致敬吧。然后这个电影呢，我没想到哦，在里面饰演妈妈的是 Judy Comer。Judy Comer 的话，我以前有看过她演的影集《追杀夏娃》，很精彩。她在里面演一个变态杀手，很适合她。但没想到她演28年毁灭倒数，演一个妈妈是演的这么没有违和感哦，甚至看了会觉得还蛮感动的。然后我觉得，假如说看这个电影的观众之中有从小和妈妈关系很好的，我觉得应该看这个电影可能会看到哭哦，因为它的确有感人的内容。然后这个电影呢，它既然有一点晋级的巨人在里面呢，但是你没办法嘛，因为这些感染者已经在荒郊野外已经待了几十年了哦，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。当然一定就是衣不蔽体啦哦，所以有点晋级的巨人的感觉。然后我必须要讲哦，因为我是这一系列的算是粉丝啦哦，所以我在看这一部28年毁灭倒数的重启哦。我必须要讲一个大重点，其实28年的话，它是这一系列的重启，是3部曲的第1部曲哦。第1集和第2集呢已经拍好了，然后第2集的这个白骨圣殿吧哦，预计在明年的1月会上映哦，所以。我必须要讲，
哦，请把你以前对28天毁灭倒数那个印象完完全全的做个切割吧，就当它是一个新的电影来看，可能比较不会内伤。好，所以它好不好看呢？我话语里面已经有带到了，请大家去慢慢去想吧。OK， 假如说一样也看完这个电影的观众朋友呢，也有一些心得感想想要和我们一起分享的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和我们一起说。OK， 本期的影视剧诚实说就到这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啊，等一下要约会，可是我头发有毛躁怎么办？金箔丝滑轻发油，让头发轻柔滑顺，不纠结。片花组制作。